大陆人民、中国共产党跟习近平之间的关系，他们其实是命运共同体，所以你要切割他们之间的利益，我想这是非常困难。所以的反共不反中啊，从这套逻辑看来有困难。是有。西方人一直认为可以离间习近平、中国共产党跟中国人民。西方依照简单的类比，把它类比到毛泽东身上，这个类比是很难经得起历史学研究的检验。原因，中国社会的重大变迁很难跟毛泽东完全摆脱关系。也因为这个原因，我想当美国人把习近平跟毛放在一起，效果反而是相反。你把它放这个地位，让很多中国人得到暗示，说习是毛的事业的继承者，等于抬升了习近平的地位，这他可能意想不到的。所以我想，西方有的时候在理解中国历史后的盲点啊，让他们的宣传就出了纰漏。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欢迎收看今天的互来座谈，我是主持人历史哥李修。我们最近呢看到中美关系又有一层新的变化了也就是呢美国呢继布林肯国务卿之后呢，美国的财长耶伦也到了中国去访问那与此同时呢，在台湾随着总统大选的进行最近人气强过的柯文哲呢，也对中美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特别我们都知道，中美台三边是有很复杂的作动关系的。其中我们看到柯主席他所提出的主要就是所谓的修习底德陷阱那到底这个中美之争呢是必然的冲突，而台湾因为在这其中是进退两难，又是什么样一个复杂的作动环境？更而甚者柯主席还提出了一个看法也就是说要争取14亿的中国大陆的朋友来做台湾的朋友，只要敌对一个习近平就好。这种说法在台湾呢其实是不少人的一个认可的觉得争取多一点的朋友但是这背后的逻辑似乎中国大陆的朋友们就又不太同意了。这怎么可能可以做区隔呢？更进一步中国大陆跟中国共产党还能切割吗？这是非常的有意思其实这个背后我们考察了一下，跟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它怎么样来推动还有呢，这也直接的影响到中美之争的本质到底是什么？美国认为是修习底德陷阱，而中国认为是伟大民族的兴起。这两者之中最大的差异似乎在于是太平洋够不够大，能不能容下两国。好，在这样的一个脉络之下呢，我们今天就从历史来解答现在我们所遇到的复杂的国际困境那甚至可以对我们在2024年这个总统大选大家都非常忧虑的问题得到更清楚的脉络。讲到这种问题呢，我们今天互来座谈专家讲堂，我们来欢迎我们的吴金拉学长。学长好，你好，大家好。像最近是柯文哲到日本去演讲的时候他有讲到说，我想大家都有念过修习底德陷阱太长的时候不敢讲，但我认为15年内呢，中美对抗的局面大概是没有办法改变，所以这其实也是台湾现在大家可能是一个主流的意见吧就中美必然要对抗，那其实是因为中国强起来一定要冲击到美国的霸权，是一个争霸的概念不过有趣的事情是最近反而呢，美国的官员陆陆续续到了中国大陆去，而且呢还不止布林肯耶伦还甚至还有更多，所以媒体就下了一个有趣的标习近平要打仗，李强看见的彩虹因为看起来李强是非常非常友善，包括之前马克龙来访的时候，其实李强都是扮演那一个友善而且好客热情的角色耶伦访华这事情那大家就是在看说，那这到背后的逻辑是什么？那我们先请学长来跟我们评一下就从柯文哲的说法，美中之争到耶伦访美您怎么看这一系列发展？我看柯文哲他当然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对于中美之争的一个战略判断他是大致从一个短的时段来说是对的，只是柯文哲这个判断其实还有点短了我想他这个判断对于我们去解释中美之争，去理解中美在之前的关系之后的关系，我想都还不够。那如果我们要去全面理解中美关系的话，有必要去看一下整个20世纪的历史，或者甚至于往前延长我想把这个叫做一个长20世纪。长20世纪，也就是说，整个20世纪历史的一个焦点是由西方所构成的世界秩序跟反抗这个世界秩序之间的这两股势力的争夺，所以这个我们就要把它延长到19世纪。到19世纪就是西方发起资本主义到殖民主义到
帝国主义的这个过程，它在20世纪的前半期其实就已经受到了挑战，但20世纪的后半期受到了更激烈的挑战。到了21世纪的开始啊，我想这一个挑战就是到了一个最剧烈的地步，这个就呈现成为中美之争。这个中美之争可以说是中国他在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他讲的是要回复19世纪以前当时世界政治经济的一个状况，而那个状况是比较自然的一个状况，它没有所谓的资本主义、殖民主义跟帝国主义对世界的控制，它回归各个地区的人民，他们以一种自然状态相处，跟人之间、国与国之间、人跟自然之间都比较平衡的那种相处状态，所以它可以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价值之争。这个价值之争到了21世纪啊，它就呈现为中国国势的上升跟美国国势的下降。这种下降呢，目前看起来还是美国的综合国力一定是世界第一，那么中国大概是在世界第二的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呢，就依照所谓，其实修昔底德自己也没讲过，我想是学界的人给他们装了这样一个称呼，叫修昔底德陷阱，认为中美之间的这种竞争态势恐怕是一种你死我活性质的，而这种态势呢，具体就呈现到了今天的国际政治以及两岸关系以及台湾内部政治里面。那么柯文哲对这件事情的感触我想他是蛮有一种政治敏感度的，可以说在3组的候选人里面，柯文哲在这方面的思维也比别人敏锐一点啊。至于对不对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他显然是有敏感度的。是哦，这边补充一下修昔底德陷阱哦，指的是新兴强国崛起威胁到现有强国国际霸主地位的时候，双方可能会直接发生战争跟冲突啊。其实柯文哲在这次谈话里面，他还是有把一些细节提到，比如说 GDP 在0.8到1.2之间，那0.8呢你就压不住了，所以他就会挑战你啊，挑战你两边就以冲突战争作为一个收场啊。那这个当然是有学者去提出来的一个理论啊，那到底会不会照这样走，它当然不是公式啊，我们就值得观察啊。那我们知道。就像刚才提到这个叶伦访华，看起来有彩虹，但是好像也没办法解决问题啊。这个问题就在于它结构性的冲突没有改变。我想中美之间之所以会变得剑拔弩张，看起来是美国主动的要去制裁中国，要去压制中国。这一点其实是在20世纪的末期到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当中，美国经济的一个巨大变化造成的。就是美国本来是世界制造业的中心啊，那欧洲还有德国啊，亚洲还有日本。那么美国的经济其实在20世纪末开始，它就是以金融服务为主了，它的制造业开始外流。这个制造业是不是当时像美国人想的那样，因为我失策外流到中国去？我想也不是，而是美国制造业本身的体制就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以说是恶化了哈。假如说它不向中国流动的话，那么它的生存也会面临挑战。而之所以会向中国流动，是因为中国当时做好了准备，它是当时在这个所谓的第3世界或者叫全球南方的体系当中，在工业化的准备上面做的最完备的国家，所以很自然的就流到那里去了。流到那里去，那么中国事实上是用自己的廉价劳动力来制造美国人想要制造的产品，那么他把这个产品卖到美国去，可以维持美国的经济繁荣，可以用便宜的价钱买到东西，同时呢，中国人赚到美金了，赚到美金再去买美债，这样并不维持美国的金融经济的这种繁荣。所以呢，其实这样子就等于中国在那个时候就已经遏制住了美国经济的某些命脉。当美国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感受到这件事情已经让美国呢处在被中国控制的一个状态，那么他当然他就非常着急，他希望从政治的、经济的不同层面来压制中国的发展。也就是说，他把被控制这个局面重新转变成为控制中国的局面，就至少他可以掌控他自己。对，我想这个事情放在今天的美国来说，它很困难。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呢，为什么叶伦他要跑到北京去？他在短期的这种目标上，就是把美国某个阶段会面临窒息的状况暂时缓解一下。不然我就一下窒息，我喘不过来气，我死掉了。我至少现在也可以喘过来气，然后我再继续进行遏制中国的大目标，就是我必须先喘过来气，喘过气的时候，我是用笑脸来面对中国。那么反过来，中国也是一样哈，因为中国作为一个政治体，它也是有类似的这种生命的，就是说它也需要这个在张弛之间做一个调节。可是呢，我们讲大的趋势，我刚刚讲这个说长20世纪的这个趋势，就是中美之间的这种竞争，它的大势没有办法改变。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一方面出了彩虹，另外一方面天气变化的整体趋势啊，它并没有改变。是哦，所以整体变化没有改变，气候依然，只是今天出了晴天而已。是，这样解释最清楚了。这背后还有一个思考逻辑啊，就是最近习近平所提出的极限思维啊。那这个极限思维呢，很明显啊，它策略上有一些调整。他在5月30号召开中共20届呢中央国安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的时候，呼吁所有干部要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那这个极限思维呢，是在面对西方国家的压制或内部社会经济压力的时候，都必须采取更强硬的一个态度。如果你一旦示弱了，那你的事态可能会进一步的扩大恶化的这个状况啊。当然，它的具体的呈现可能包括面对美国的舰机来到了中国的领域的时候，那我该怎么去应对？还有包括呢，比如说国与国冲突，那就是要展现出必死的决心啊，就是破釜沉舟之心啊。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状况，你摆出这样的心态，那对方没有这样的一个态度的时候，他可能就会知难而退啊。所以最近有所谓的舰机之间的冲突啊。好，那希望这个极限思维是不是正在展现中，在这个中美之争呢？我想这当然是已经展现的。是极限思维，我们翻译成我们熟悉的话，其实就是做最充分的准备，做最充分的动员。就是我不管我的对手他是怎么想我的，我现在就把他想成是他会做出最极端的事情来。这种情形下，我只能在内部切的条件下面，我做最充分的准备。同时，我设想最坏的状态，我就开始做最充分的动员。那么我们知道，在后毛时代30多年时间当中啊，整个中国大陆它其实在准备跟动员方面都是比较松弛的，是比较松弛的。我们看到整体对于世界的态度，对于欧美的态度，对日本的态度，乃至于对于台湾，也是他认为他是内部敌人。那么这种思维呢，其实在后毛时代30年当中都减弱了很多很多，他一直在强调友好合作、和平发展。那么这个状态，其实在最近的10年间，我看很难维持下去了啊！就不管是中国主观上面怎么想，他是不是想维持这样一个状态，那么从中国的对手这方面都不希望中国人可以继续这样子过好日子，可以享受太平下去了。因为这样下去，我们看到中国的对手本身就会面临挑战跟危机了啊。所以很自然，就是说中国出现极限思维这样一个状况，它是对于外界变化的一个因应啊。是。所以其实这是一个策略上的调整啊。另外，当然也具体呈现，比如说最近镓跟锗这种属于稀有金属的一个出口啊。大家当然最近因为这个事情在经济上面有很多这种储存啊、镓跟锗的矿物啊这样的一个状况，很多企业很紧张啊。那这镓跟锗是什么呢？主要是用于半导体啊、太阳能电池板啊、导弹系统啊等这样的一个重要的矿物啊。其实这个镓很多人都知道，你那个快充手机的电压器啊，其实就是氮化镓嘛，所以镓其实很重要。这个镓有一个特殊性啊，就是它在中国呢，它是具有极高的产量哈，因为它其实主要是锂的一个加工业的剩余产物。好，那透过这里面再来做这个提炼，那中国是全世界上炼铝炼最多的国家嘛，因此很多人说，那这个就是一个双方对抗的升级啊。好，那后面呢，甚至很多人还提到说，比如说包括着稀土。这个也讲了很久，因为占了90%啊。那如果针锋相对的状况呢继续的话，那措施可能会进一步升级。这个极限思维的展现了吗？我想在这里已经展现了。原因不在于说限制镓跟锗的出口会造成美国以及中国其他对手发展的一个障碍，其实反而在于说这个限制本身它的效果是有限的，因为这些矿物出口它跟美国限制芯片出口的，我想背后的原理并不相同。你限制芯片出口很简单，你这个芯片不能用在华为的手机上面。如果你华为偷偷用了，我一定可以查出来。所以因为它里面有序号的，对，你就算把商标磨掉都有序号，我一定可以查出来谁违反了这个规定，哪个中间商把这个卖给华为了，那我就可以让这个中间商死掉。可是矿产的出口它上面没有标记的，而且这个出口标它透过哪一个中间商弄出去了，那么这个镓跟锗的需求量听起来它非常致命，可是它需求量并不多，几百吨而已几百吨一艘货船就可以运走了。那么这个东西真的流走了，也没办法真的管制。我们现在就是说，这个管制它可以造成说美国或者日本他们的工业的成本有所提升，但是增加到什么程度也很难说，因为美日很快它可以找到替代品。那么这个动作其实背后，我觉得它呈现的一个重点就是说我现在可以阶段性的让美国、日本等国难受一下，但是更多的事情我是在准备
在其他方面就是技术的进步。对于中国来说，根本要应对的是芯片等等这一类技术的封锁。那么技术的封锁就是说，它要去发展自己的技术。对，这种情况下才可以跟他的对手做根本的对抗。也就是我们如果从战略的角度来说美国对于中国的制裁它是战略性的，这种战略性让中国面临了很大的困难。但这种困难也可以让中国在战略上真正成长，成为美国的对手。可以说，美国在这里成为是一个逆修昔底德陷阱的推动者，就是它让中国真正在战略上强大了。那么，中国限制加甘蔗的出口呢，其实是一个战术行为，它可以暂时让美国等等这些国家变得比较难过。但是呢，美国在长期的战略上是不是又强大了？我想没有，因为它是暂时难过，它可以找到替代品。所以呢，其实从长远来说中国这种制裁，它的成本比较低，效果反而比较好。美国看起来那种大的战略制裁是一下子掐到中国的喉咙，但是它反而可能助长中国在战略上面的强大。这个非常有趣啊。好。所以这个表面上看这个竞争互相制裁，但它其实因为它的制裁的层级不一样，一个是对于原物料的制裁，一个是对于产品的制裁就是讲白了晶片嘛那会产生不一样的结果。不过它总归就是一个极限思维当中在做一个出牌跟作用的。是。因此很多人就会讨论说，其实不是布林肯跟叶伦美国国务卿嘛都去了感觉起来并没有办法有什么突破尤其在军事交流的部分去年8月我们都知道 Pelosi 来到了台湾嘛，那一次访问之后呢，中国方面就终止了中美军事交流那这个交流一中断呢，其实很多人认为说，这很危险你们都是核大国问题就是说，你来我还是让你来。但我在你让步之前，我也不会让步因为你现在制裁中国的防长李尚福嘛，所以清楚会看到中国的对美政策，它现在也是采取选择性交这个过手有点像美国平常对中国所做的，我制裁你，但是我们在其他地方能谈能打那现在中国大陆也用相应的这个策略是，我问这种态势对于20世纪的美国而言，这是第一次碰到即使以前的对手像是苏联也没有这样强硬过。那么中国的强硬背后也就呈现了这种对于中美竞争的一个长期战略的一个理解，也就是说他知道中美的这种结构性的冲突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之前，他如果不动用最强硬的态度最高的姿态，他没有办法传递给美国一个明确的讯号。所以呢，现在其实是双方都在传递明确讯号，同时双方也在技术上做一点技术让步，但是最高的战略讯号是明确。所以我们有时候没有办法用某些地方的技术性的缓和来去解释双方关系的大的趋势所以其实这些交流本质还是中国对于美国的态度已经开始进入一个相对坚壁清野的这个状况。是，当然要坚壁清野就打牌嘛。是，好，那就很多牌啦。好，像最近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状况，中国打琉球牌，日美打台湾牌媒体就下标叫做台海战云的外溢与角力。好，首先呢，冲绳县知事叫玉成丹尼这个人是琉球跟美国混血但他呢非常的有琉球的意识他最近呢到了中国大陆去访问他是跟另外一个所谓的清华派的要角前日本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所率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的代表团之一。而玉成丹尼呢，在中国大陆期间呢，动向发言都受到很大的关注。为什么？他还跑到了北京的通州张家湾镇琉球国墓地遗址去祭奠另外呢，也出席了福建省冲绳县峰会，向世人传达要对话交流和平的诉求。那这个琉球问题，其实我们之前跟王立本老师有聊过一期其实大家也都知道琉球跟福建具有极高的一个历史上的一个渊源，因为这闽人36姓嘛，在明代的时候有闽人派了36户人家到了琉球去，而且都是有技术的人今年呢3月6号到11号呢，他先访问了华府那就表达其实就是台海和平稳定性。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就是玉成丹尼先生玉成丹尼知识呢到了这琉球国墓地，这个墓地我还特别去查了一下目前的维护状况比较差一点，所以是这个样子。不过这确实是当时在华琉球人那有皇帝御赐的那在这个地方来给他安放希望这个图呈现出很多很多的历史背后的脉络，这是过去我们在主流媒体完全看不到的事件你往前推2年，你也不会想象到琉球人竟然跑到了
中国大陆去祭奠祖先了。这个图其实它呈现了琉球人的意识当中的一个层面，就是历史的层面。历史的层面就是说，历史上琉球曾经是独立的国家，这个是跟日本没有隶属关系的哈。当然，在17世纪以后，它曾经对中国以及后来对日本之间，它有一种良属关系。但是良属关系它并没有改变琉球可以处理自己内政的问题。它就是说，它在不管是传统的东亚的国际秩序体系里面，它是一个独立国家。就算到了近代，他们曾经跟美国、法国、荷兰之间签署过贸易协定，等于它也进入了现在的世界国际体系里面。他们对于琉球国墓地的关心啊，其实代表琉球墓地里面的人，比如说有一个人叫林世公，他是在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的时候，到北京去请求清朝派兵帮他把日本人赶走，恢复他的国家，这样一个人物哈。那这样一个人物呢，其实就是暗含了琉球的一个主体意识。那么，我想在今天的日本冲绳县这一个范围里面，再加上北面还有奄美群岛这些区域里面，那么主张啊，琉球它恢复一个国家的地位，琉球独立的人并不是那么多，大概在5%或者以下。但是呢，具有琉球主体意识的人，那个比例就大得多了。就是这个意识啊，呈现在外在，就是他们反对美国跟日本对于琉球的控制。反正美国就现实当中，美军基地大部分美国在日本的基地都是在琉球，那么对于琉球人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影响，尤其是他们的商业没有办法发展，因为最好的地段都是被美军基地占领了。那么对于日本呢，他们就会记一个仇，就是在第2次世界大战，美军对于日本的攻击当中啊，没有在日本本土登陆，对啊。也没有在他们曾经设想在台湾登陆啊，就中间打到琉球，这样造成了琉球呢有10几万人死亡了。对，那么等于说琉球人口当中接近半数都死掉了，这是非常大的。你可以想象，假如说美国现在的人里面死掉了1亿5千万人是一种什么感觉？所以琉球跟日本人不一样的历史记忆。太深刻了。哎，他们把这个历史记忆呈现为现在他们的投票行为，就是说，在冲绳县的每次的选举当中，基本上是必须是反对美军基地，然后去尊重琉球历史，包括琉球作为传统独立国家的历史，跟琉球第2次世界大战当中受害的这段历史的人，他才能当选。如果是一个亲日本中央政府、亲自民党的势力，或者是去亲美军基地的人，一定没办法当选。所以玉成丹尼不管他有什么样的血统，他所呈现的正是琉球的这样一个主流价值意象。那他在这个图里面其实呈现出来。是，所以这也成为就是中国大陆琉球牌的一个杠杆的原来啊。玉成丹尼呢，他就发言说啊，冲绳县的角度来说，我们试图通过增强军事能力来强化威慑的方式，会加剧地区紧张啊，可能导致不可预测的事态，这是令人十分担忧。绝不能因为美军基地集中在此，而使冲绳成为容易攻击的目标啊。其实他也有提到说，冲绳受到大规模的伤害啊，在战争当中，所以琉球人这个已经刻在他的 DNA 里面了。大家想想啊，死一半的人，那就家家户户都死人不打紧，还很多被灭家的啊。是。另外，因为我们知道日本的右翼政客，比如说以安倍晋三作为代表，一直都提倡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及美日同盟。那对于这样的玉成丹尼说啊，冲绳县所担心，也绝不允许所谓因为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啊，使冲绳沦为军事打击的目标。所以他现在单方面的跟北京这边的官员，甚至到了福建去，其实他有很大的目的是要把冲绳，或者说应该更精确讲说，把琉球跟日本本土做出区隔，那是中央做的决定，不是我琉球人做的决定啊！我琉球人以我琉球知识为代表，我要展现出一个我们不希望战争，我们不要介入美日跟中国的冲突里面。是，就是说在这里面临一个问题，假如说台海之间发生冲突，假如美国以及日本都有意介入的话，那么很自然，中国要去制止这种介入，它必然先去攻打琉球的美军基地。那么美军基地其实是在琉球各个主要岛屿的核心地带，那难免现代的这种武器攻击很难不伤及琉球的一般人民啊。那么另外一个美军基地的方向是在菲律宾，但是在那里美军不是主要基地，能利用的可能性比较小，所以
琉球人当然非常担心，假如说美日介入台海冲突之后，琉球再次成为第一个受害者，他们可能受害的程度其实比台湾要大，因为这个琉球真的非常小，当地的美军基地、美国机场，它其实占了主要岛屿的大部分了。所以呢，假如说那个地方遭遇饱和攻击的话，你可以想见普通人受到的影响是多么巨大哈。当然，作为一个琉球人本身，他们的感受一定跟我们假如不是当事人的感受有非常大的不同，所以我想这一点就是说，它跟中国目前的一个诉求是产生了一定的重叠。这个重叠就是说，中国不希望日本它去加入美国所主导的介入两岸纷争的一个大局里面去。其实，当然中国他们过去长期的一个战略是希望中日韩可以联手，在经济上面连接在一起，从这里跟美国的利益做一点区隔，因为在中国看来，以及在日本、韩国内部有很多人看来他们觉得中日韩之间的共同利益要比韩美日之间的共同利益要大。这是属于亲华派，这也有历史败落的，因为中日韩在近代以前的历史几乎是不断的是有交流的嘛，贸易也从来没有决断过，而且其实有非常多混血儿的情况。别的不说，郑成功就是个例子啊。是，我们金城武也是，对吧？那更别说，其实明朝的官方有不少的韩国宫女啊。是，大家要了解一下这个背景。其实我觉得这个里面很有意思啊，我突然想到一个名词啊，这个叫做日本版的东南互保，刚好琉球也在日本东南嘛。是，能不能成功啊？可能有疑问啊。不过琉球人确实彰显出他的一个态度了嘛。是，我想这也是动然于台湾了哈。那我们可以看到台湾反而跟右翼政客走得非常近。这一位是行政院长游锡堃，他就跟日本众议员谷屋圭司在7月4号的时候，在与那国岛见面啊。那与那国岛当然是琉球群岛啦，这也很讽刺哈。日本政要呢就依循西方打中国威胁牌积极的说这个台湾有事这样的一个布局也就是中国用琉球牌反制美国打台湾牌，这其实也呈现了北京应对台湾问题呢自信力在上升而且更好玩的是近来不管是秦刚跑去波茨坦会议的旧址参观的时候，提到波茨坦宣言对开罗宣言的宣告，也就是在上面有提到说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促进世界繁荣，实现中国国家统一。潜台词就说日本领土仅限于北海道、九州、4国还有本州非常有意思就是说我现在开始跟你打琉球牌，我有法理的正当性，有琉球在地人民的正当性，那这就形成一个应对。其实这也是在极限思维之后才会出现的一个脉络跟梗概吧。而且因为我们知道习近平其实在福建工作了非常非常久的时间他在福州工作的时候呢，就知道福州有琉球馆、琉球墓，和琉球交往很深当时闽南36星度琉球，又强调加强对典籍版本收集整理工作，把中华文明传承好、发展好。这是习近平主政之后第一次提到琉球，政策真的转弯了。是以前最高领导人基本上是避免提及到琉球的议题，因为琉球议题可以说是处在一个未定的状态但当然从法理上来说，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琉球的定位问题本来它就是一个未决的，其实到今天为止都还是未决的。原因是本来罗斯福提议由中华民国来接收琉球群岛，但是蒋介石曾经3次拒绝了但拒绝了他提议的是由美军跟中国军队共同占领。那么最后因为中国内部发生内战的原因，就没有办法去派兵，结果就是由美军占领了。那么其实当时蒋介石呢曾经怀疑说罗斯福的提议不是真诚，他只是测试一下中国。罗斯福很清楚中国当时没有海军，这根本占领不了。对，是占。而这个岛链对于美国来说就非常重要，所以美国呢，它事实上自己占领了琉球，并且呢，在日本国内要求冲绳返还的这个声浪当中美国人只把琉球的行政权还给了日本，没有提到主权议题。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把钓鱼台也还过去了。所以钓鱼台其实原来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它并不是琉球群岛的一部分那这个是把两岸都扯到里面去了。这样子无论如何，就是说冲绳返还这件事情变成了现实，但是琉球的主权议题其实还是一个悬案。这个悬案如果说第2次世界大战这件事情被提起来，那他就会把今天的世界上发生的各种事情都重新彰显出来，就是说对于目前世界上发生几件事情的正当性可能都会出现一个挑战。首先就是俄乌冲突，俄乌冲突其实它涉及到第2次世界大战之后对于苏联的一个定位。然后呢是俄国跟日本的关系，俄国跟日本的关系其实它也涉及到北方四岛的这些问题还有苏日
友好条约的签订啊，一直都没有签订。还有中日中美的关系，中日中美的关系里面也涉及到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产生的台湾的归属的议题，所以北京现在开始强调维护战后国际秩序，这个等于在一定程度上是将了美国一军，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秩序是美国参与甚至美国主导，他设计设计出来的。那你自己要不要遵守？要不要承认？假如你不要承认、不要遵守的话，那我们的新秩序是不是要由战争来做？你是不是要选择这个结果？是等于是逼美国摊牌啦。是，我用法理上或者是占据舆论的制高点的方式。是。这非常有意思，因为大家知道，二战之后波茨坦宣言4国公告里面只有2国签约嘛，就美国跟英国，就中国跟苏联都没签约，直到今天。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点。所以这个秩序其实就是二战问题之遗留了。那一战问题之遗留就再打一次二战嘛？那难道二战问题之遗留再打一次三战吗？这开玩笑，人类也怕到了，所以后来就没有打二战，而是以冷战全带了大战的一个部分，然后其他是着于是区域战争。所以这个从放在一个大脉络下来看的话，但中美之争的本质其实是二战问题的遗留没有解决啊。是，这个是我刚刚讲的，二战其实它是要回溯到19世纪殖民主义这个议题，就是说二战它其实要在很大程度上要去解决殖民主义所造成的一个世界格局，在这一定程度上，二战它达成了一定的去殖民化的效果，就是英国的殖民地、法国的殖民地，它就纷纷独立了啊。对，那么当然美国又变成新的主导者，这样，但是无论如何，就是说这个趋势的造成跟美国的参与也有关系啊。那所以今天呢，等于说对中国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很多问题没有解决，它包括我想两岸的议题，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是二战相关的一个议题。那么当然还有一个脉络就是中国内战的议题。我想对这个事情，刚刚提到柯文哲，柯文哲的理解可能就有一点偏了，他没有把这2个线索都考虑进去。也就是前后的脉络问题。好，我们把它给看得仔细一点啊。不管是日本在台的资深媒体人叫本田善彦，他说这叫中国版的琉球地位未定论啊。其实我们呢，还有包括像台湾资深媒体人也提过了哈，本来中国没有太多关注琉球问题了，那近年来随着日本不断拿台湾做文章啊，琉球主权问题啊变得可以在意啊。那未来是琉球有事就中国有事啊，毫无疑问会往这个方向去发展。当然会不会这样不知道啦，但琉球问题显然已经放到中国的心上了，这个也是作为中美问题的博弈里面的一个焦点了。那当然台湾也有对这些事情，比如说执政党主席赖清德先生，他就认为说，那我们也得追求和平啊，琉球人追求和平，那大家都要追求和平啊。那你追求和平的方法是什么呢？他提出了4大点，但中间比较重要，其实是一个是强化国防和主力，一个是强健民主伙伴关系。强化国防和主力主要就是要让北京动武成本增加，从而降低军事冲突的风险。那另外一个是建立全球伙伴的民主关系，寻求盟友更进一步交流。这2点跟琉球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很不一样。琉球寻求的是沟通之道，而我们现在执政党民进党所寻求的是威吓跟拉帮结派，这是不同的脉络。我想赖清德的这个主张第一点其实是他面临一个窘况就是说他真的能够强化这个国防的威慑力，我觉得它可能是有限的，就是说这个有限在于说，除了台湾目前的财力以外，还有台湾在军事上的根本限制，就是它是一个只有36000平方公里的岛屿，对，而且它的战略纵深非常浅，它的背后都是高山那么能够在这里积蓄多少的一个防卫的力量，我想这个总是有上限的。这个上限能不能够去真正抵挡比如渡海的攻击，这个渡海攻击之前一定有更大规模的远程攻击，我想这个就是去强化国防威慑力的上限一个障碍很难突破。那么真正目前能够做到的，我想就是对于蔡政府跟赖清德而言，就是跟全球民主国家建立伙伴关系，因为这一点跟美国目前倡导的围堵中国，它正好是结合了。那么就是提议要介入两岸议题的，除了美国之外，在亚洲还有日本、韩国，在整个的北约的成员国除了少数几个之外，都觉得它需要介入两岸的议题并且他们在政治上面都是表示对于台湾目前状况的同情跟支持。这种情况下我想对于赖清德而言，这是他非常好的一个资源，他可以拿来做大内宣。
在内部争取最大的支持。我想这是最关键的一件事情。是，所以其实就形塑了一个所谓价值关系，然后对内争取的一个路线哈。是，那这个路线，其实我觉得柯文哲也是类似的，只是说法不同。那当然他是更加的宽泛，更加的和缓。那最近柯文哲在接受一个网络媒体的粉丝见面会的时候，他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概念，叫做最好把敌人限缩到只剩习近平了哈，反中不一定要呛中啊。我们来看一下他的逻辑哈。反共不一定要反中，反中不一定要呛中，朋友要多，敌人要少，最好把敌人限缩到只剩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台湾要把敌人数压低到最低，而不是整个中国都是敌人。他其实是把民主大同盟的概念扩散到中国人民去了哈。对于大陆人来讲，这行不行得通呢？另外呢，台湾跟中共对抗要有自保之道啊，所以其实要让对方知道打我们会很惨。这跟赖清德的说法是类似的哈，所以该做准备还是要做，和平要有代价，国防要有准备。进一步论述就是说如果说把14亿的人都搞成敌人的话，那这叫做神经病哦！台湾要把敌人压到最低哦。他还提到说，20年前大陆人民是很羡慕台湾，喜欢台湾。如果中国人民都喜欢台湾，那这对国防是最大的保障。好，但这一点就跟赖清德不一样了。好，他就把中国人民也作为所谓价值或者是在感受上面的绑在一起啊。如果关系搞不好，那北京要动手，那他们的人民就会说把台湾打死。当然他说关系好就不要打嘛，对不对？再来，台湾终究要面对中国，要是采用美国提出的嚇阻概念，而国防自主就是有嚇阻能力，所以它其实是两轨再把它 mix 起来。这个说法在台湾目前来说看起来柯文哲的高人气之下呢，好像有一定程度的可行性，但它背后有一个引燃的脉络。徐老师是不是帮我们解析一下这个脉络？很有意思哦。我想柯文哲在这里提到要把敌人限缩到最小，其实这个很有趣，它是毛泽东的话哈。毛泽东在解释中国共产党的统战的时候，他说我们统战就是要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弄得少少的，这样子呢，敌人就被孤立起来了。那我们可以团结绝大多数的人去对付少数的人。那么柯文哲用今天的说法从柯文哲对于毛泽东的著作的这种研读上面来说，我想他是看了很多他也大概理解到其中的一些重点精髓。可是呢，他用这件事情去解释两岸之间的互动，我想这个中间就出现了一些盲点。怎么说？这个盲点首先是我们先放到台湾，就是说现在的台湾是不是两蒋时代的台湾，或者是两蒋时代刚刚结束时候的台湾？我想都不是。这个差异在于说，两蒋时代的台湾呢，它是在论述上把所谓共匪跟大陆人民分开，他说要去解救大陆同胞的。那么两蒋时代刚刚结束的台湾呢，是在蒋经国的一个口号叫做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三民主义他是认为说三民主义的价值要比共产主义好，所以我希望三民主义的价值可以去拯救在大陆上受苦受难的同胞，当时还用这个字。但是在李登辉当选第一任的继任之后呢，所以他发展出来的就不是这一套价值，而是从民族主义的角度去建构台湾民族。那么民族主义就产生了一种对抗性的心理，这个对抗性的心理其实引来的是另外一种对抗性的心理，而那个对抗性你知道，中国民族主义。中国民族主义这个心理我想我们同样追溯到唐20世纪，就是当西方在19世纪中期攻打中国的时候，中国民族主义就开始萌芽了。对，那后来国民党的革命、中华民国的建立，以及后来共产党的革命，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它的背后都是民族主义的背景。甚至于在这个国共的竞争里面，共产党可以夺得胜利，它首先是取得了话语权，而这个话语权只有一部分，甚至是比较少的那一部分是阶级解放，所以无产阶级的解放、劳动人民的解放或者劳苦大众的解放，更多的是救中国这个话语上，谁可以救中国？共产党拿到了话语权。那么在1940年代的后半期，很多的中国人相信共产党才可以救中国，国民党已经不能够救中国了。那这样一个话语被共产党拿到手之后，在1949年之后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上标榜它是中华民族利益的代表。而这件事情呢，使得它跟一开始是5亿的中国人，后来到今天为止14亿的中国人，在很大程度上它的利益就结合了。对，而且他在他的想象当中，这个利益要进一步扩大到港澳台，他就认为港澳台的人民也是中国人民，他的利益跟中国复兴的利益也是结合在一起，所以我们才会看到在19
90年代以后的惠台政策，它背后有这样一个逻辑，就是它把你当作是同一个国族的成员来看待的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大陆人民跟习近平之间的关系，跟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跟习近平之间的关系，他们其实是命运共同体。其实我们在兼谈项议当中会听到有些人去骂共产党，这个是有的，去骂习近平，这个都是有的。但是呢，他们的利益是不是产生了一个结构性的冲突？到了最后，大家会发现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所以呢，你如果要做一个民调的话，就会发现中共的以及习近平的支持率是非常高的。如果是用选举投票制度下的这些国家来看，那种支持率都是超高，令人羡慕的。那么你说这种民调是不是假的呢？我们可以确切的讲，它不是假的，因为这种利益的结合已经呈现在中国大陆的人民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里，是好，所以它变成了一个有机体，就是说你要把这个皮肤跟它的肉来切开，它会流血，那不可能的。是。那这种情况下，我想柯文哲这样一种想象啊，他这种论述本身其实是一种我们在冷战时期是属于比较政治正确论述。在西方的社会里面，因为他们喜欢把铁幕后面的人民跟铁幕后面的政府或者是叫做共产势力分割开来。那么这种思维放到中国这个具体例子上面，我想是很难成立，就它不是现实。所以这样一种论述，它只能说它可以动员台湾一些人，因为听起来它是动人的，是，但是它却不能够去面对现实啊，无法解决实际的问题。对，无法解决实际问题。其实这里面有2个看点，别的不说，像俄罗斯好了，为什么俄罗斯人民投票普丁的支持度永远居高不下？你可以又说普丁用很多手段去打压他的对手啊，但事实上，俄国人民需要普丁，而普丁跟现在俄国人民又连接在一起啊。我们可以说俄国入侵乌克兰是错误的哦，这当然是一个主权国家入侵另外一个主权国家，但是你不能完全去脉络去看这件事，就跟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其实是代表中国民族主义的政党。我想从刚才学长的分析哦，我觉得我感受到的是这样的一个脉络的形成哦，所以柯文哲这种讲法就会在这里面形成无法去突破这个点，而这也是台湾人民几乎很少去理解到的一个问题，就中国共产党跟中国人民之间的关系是什么？那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将近1亿啊，几乎家家户户或者是亲戚朋友可能都有党员的存在嘛，这样的状况，它真的跟中国人民是分开的嘛？这个政党的属性跟特质跟西方的所谓的政党属性基本是不同的。从这个理解的话，也因此最近有一个很有趣的画面，也形成一些争议。叶伦到中国大陆去访华的时候啊，有9位女性经济学者呢跟他一起共餐拍了一张照片，结果被大陆大批网友骂说这叫反贼呀！哈，但凡去的就默认是亲美派，美国官方认证的反贼，在台湾会觉得不可思议。可是这也恰恰去反映了现在的大陆人民怎么去理解这件事。如果你都被当成所谓极端爱国主义者啊、小粉红啊，因为在台湾小粉红是一个负面的名词，这样来抨击的话，恐怕是很难去解释这个问题啊。因为这不过就一张照片，一起吃个饭又怎么样了，对吧？人家有朋自远方来啊，就算不是朋，人家来了，主人招待一下客人，好像也没那么严重。但是它形成一种批判这种反贼，当然我觉得批判这个反贼，我是觉得有点 over 了。但是这个心态的背后，其实也可以去讨论说，那现说敌人剩下14亿，剩下一个漏网的叫做习近平，有没有可能？其实这是一个同样的脉络。是，我想在这里啊，我甚至于可以去揣测一下叶伦的心理，就是叶伦觉得来跟他吃饭的人，跟那些不能够沟通的中共官员之间是不一样，他可能是这样想。那么美国社会也有更多的人可能会像柯文哲一样觉得，就是中国人民也是喜欢美国的制度的，所以中国人民跟中国共产党是2回事，我们可以让中国人民变成我们的朋友，而去孤立中国共产党。但是呢，回头讲，叶伦如果有这种想法，还有很多美国精英有这种想法的话，最后会变成一厢情愿。包括今天去吃饭的这些人，我想今天去吃饭的人，我们去查一下他们的背景的话，大概他们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尤其是后毛时代的中国共产党路线的受益者。如果没有那个环境的话，他们基本上不会有今天的肉的人哈，所以他们在这里有一定专业背景的才可以对话啊。那么去看一下，他们大概都是这样一个后毛时代中共路线的受益者，所以其实他们的利益呢，
跟中国共产党，甚至我们就直接讲他们跟习近平历史连在一起，所以在这里吃一次饭，他们这些人就变成反贼，我觉得这个机会并不太高啊。至于这些人他们是不是对于中共的路线有所怨言，对某些具体的政策有怨言，我想难免可能是会有的啊。但是呢，你要去切割他们跟现在的中共之间的利益，我想这是非常困难。即使就是这几个人，我也觉得他们很难跟这个反贼这样一个称号挂在一起。这个也许是叶伦，或者是以叶伦为代表的一些精英，以及柯文哲这样子标榜台湾价值的精英之间的共同的盲点。所以的反共不反中啊，从这套逻辑看来有困难，是有困难，可能不是有困难，是不现实。是。所以这个背后，美国的焦虑是什么？其实就是这张图，它持续在接近当中，这应该有到2022年了啦，这个应该17多吧，17兆多了嘛。是，好，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主图，这个是西方媒体组的图了哈。但是这个主图也充分反映了一个问题啊，就是当西方人一直认为说把习近平影射为毛泽东的继承人的时候，可以离间习近平、中国共产党跟中国人民，然后来达成统合14亿人民唯一的敌人叫习近平，或者是叫中国共产党的这条路线哦，显以见得，在中国民族主义崛起道路脉络上，如果我们不去脉络化的看的话，看起来并不是这样。所以，我们今天用这张图作为一个结论哦，让学长来发挥一下。我想哈，西方的想象哈，它大概是依照他们在第2次世界大战的一个经验，就是今天的德国人他们是蛮抱怨希特勒的，他觉得希特勒是害死德国人的一个罪魁啊，因为他看起来他很爱德国，但是其实后来害的德国男人都死掉了，德国女人都被强暴了。他们用这样一种简单的类比哈，把它类比到史达林跟毛泽东身上。可是这个类比是很难经得起历史学的研究的检验的啊。那么同时也很难经得起今天的俄罗斯人，包括一些前加盟共和国的人，还有中国人的内心的检验。原因在于说，俄罗斯、苏联的工业化，还有中国的工业化，以及中国社会的重大变迁，很难跟毛泽东完全摆脱关系。事实上，我们看到哈，其实1979年以后，让现在中国的经济崛起、所谓复兴的状态呈现的，它是有前面30年的基础，而这个前面30年的基础，基本上是毛泽东打下来的。这个毛泽东打下来，它包括哈，就是说它改变了旧的社会结构，尤其是土地的状态，它把这个土地的私有化消灭了啊。然后呢，他又去进行的基层的教育、基层的医疗状况改变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需要改变一个社会，它有没有听起来有残酷的那一面？当然有。有很多，我们可以讲出很多的故事，包括地主阶级或者是地主的个人在肉体上面的消失，这些故事都是有的了。但是呢，用比较大的、长远的这个大历史的角度来看，假如说毛没有改变中国土地占有的状况，没有让中国的农民普遍的受到教育，那么工人是比较多的受了基本的这个技术的训练哈，还有呢，受到高中毕业的一路的人相当数量的人来出现，我们很难想象，就是说在西方的资金需要找到投资场所的时候，他会找到中国去。他们为什么没办法到印度呢？因为这些事情在印度都没有做到。所以这个资金当时不可能流到印度，它会流到中国去。这是为什么今天中国人看到毛泽东他们的这种感受哈，我们很难用这种美国人想象当中去比拟希特勒跟德国人之间的关系去看，并且我想中国的知识界对毛泽东不满的人很多的，而知识界跟美国人的接触比较多嘛哈，但是这种不满呢，我们看到这种新一代的知识人的出现，它也在降低当中嘛，因为他们可以不用把这个个人的感受、个人的恩怨放到里面去，之后他们在看待毛的时候，就感觉就不一样了。也因为这个原因哈，我想当美国人把习近平跟毛放在一起，也许它造成一种效果反而是相反的，就是说习近平也许他的地位还没有美国人想的那么高了，已经你把它放这个地位，让很多中国人得到暗示，就是说习是毛的格局的事业的一个继承者，他的地位这样就看起来就超过邓小平了。因为邓小平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很强烈的背离了毛路线了，这背离毛路线之后，它其实一定程度上造成今天大陆的贫富差距的问题，而且腐败的问题，这是造成民间不满的很大的一个原因。而习看起来是在去减少贫富差距，是去消除腐败，这样岂不是他是毛的事业的继承者了？我想美国人去玩这样一个图啊，它其实是一个两刃剑。就一方面，他也可能会伤到他自己，就是他等于抬升了习近平的地位，所以这他可能意想不到的。我觉得这个非常的有意思啊，就是说，如果就我们读历史学的来讲哈，因为学长也是历史非常的熟人嘛，你知道我们以前读书的时候有所谓祖宗型皇帝的讨论，是太祖跟太宗嘛，是。那本来太宗搞不好是邓小平啊，是。
那现在太宗一下哗变成了习近平，那这就不一样的概念哦。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太祖是开创基业，太宗是扩大帝国，让帝国步上巅峰的角色。那当你把它类比在一起的时候，那你不就间接的帮习近平给升格了吗？而且这个升格还是来自于世界霸主的认定，那这就不一样了。这非常非常有意思嘛。这个某种程度还加强了习近平在中国的正当性。是。所以我想，这个西方有的时候在理解中国历史的时候的盲点啊，让他们的这种宣传就出了纰漏。那今天其实提到了几个概念，如果大家想再做个延伸的话呢，可以看我们之前几集的互来座谈，包括琉球的未定论的问题，包括钓鱼台的问题啊，甚至包括所谓的普丁的问题啊，其实我们之前都有做过讨论，也欢迎大家到我的频道上查找这些相关的。好，那我最后呢，我想做一个 summary 啊，就是说我们今天这个讨论呢，其实我们今天不管是聪明绝顶的柯文哲，或者是一直不断提倡台湾意识的赖清德，甚至包括当然国民党了，都提倡概念就是台湾人是更了解中国大陆的，比起这个世界。可是事实上，在长期的西方的意识形态的浸润之后，我发现其实台湾人并没有这么的了解中国大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而且更没有充分了解的是中国共产党跟中国人民之间是什么关系，习近平跟中国人民之间是什么关系。这就有点像是我以前在别的时段的时候跟大家提过一个问题，到底是有这一群印度人民产生的莫迪，而是有出现了莫迪来带领现在这个印度，其实它是相应而生的，两者是交互作用。英雄造了时代，时代也会去创造英雄。那今天的中国走到这个十字路口，它其实已经是要然而起的一个状况。我们可以从很多的数据很扎实的，包括 IMF 这些由美国人所控制的这些国际机构，他们去怎么评估现在中国的经济整个发展的国势的状况，包括大家是觉得很不可思议的，短短2-3年内，中国大陆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汽车出口国。汽车是刚需啊，这个数字是非常重要，因为观察过往的工业强国的崛起，基本上都必须在汽车工业上有所注意，因为人是离不开脚的，而这个脚现在是轮子啊，那这是很有意思的。所以这些观察，反而我们更该去深化了解，如何的背离自己的想象，而是去面对这个现实，把14亿人民作为友善的，然后把习近平单独切割出去，是有可能的吗？西方唱这个调，但我们台湾人也许应该更清醒，因为我们是站在第一线，首当其冲，而且就历史脉络来讲，这本来也不能切割了。好，那今天呢，我们的互来座谈呢，时间过得很快啊，我们就聊到这里了。最后呢，还是要呢，请大家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那也欢迎大家呢，也可以透过超级留言、超级感谢或线下的赞助绿界、PayPal、微信啊，或者是邮局给我们更多的粮草，让我们可以做出更多精彩的节目。那我们今天谢谢吴喜安学长，谢谢大家。好，我们就期待呢下一期再相见了，拜拜，拜拜。